今年8月，美国对 Google 违反反垄断法的事情下了严厉的裁定，确认了 Google 违反垄断法。今年的9月，美国司法部开始调查辉达是否也违反垄断法。下个礼拜5，也就是10月20号，欧盟即将要针对辉达并购了以色列 Run AI 这家公司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做出最后的裁定。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评医师王丽慧。当一家公司大到几乎是独占整个市场，或者是至少有市占率2/3以上的时候呢，它就会面临接受反垄断法调查的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如果这家公司已经非常大了，它又在使用并购的方法，让它的事业版图再更加的扩张的话，这样就会更让人家觉得打压到其他的小竞争者。例如说，像现在 Google 这个搜寻器已经有市占率是90%以上，那么其他的一些小的搜寻器就没有生存的空间。然后加上 Google 呢，它花了200亿去跟 Apple 签订协议，让 Google 成为 iPhone 的内建预设好的搜寻器。因此呢，所有呢喜爱 iPhone 的朋友们都知道呢，你们的 iPhone 就是直接把 Google 当作预设好的搜寻器。其他的像是 Safari 啊，或者是早期的 Internet Explorer 啊，现在就几乎呢很少人在使用。Google 不但跟 iPhone 达成这样的协议，甚至它也跟很多的 Android 的手机的供应商，例如是三星，还有跟无线的营运商，他们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搜寻器的开发商呢，都有达成这样的协议，就是怎么样让 Google 能够更加的扩大它的版图。那这个就造成了美国司法部跟 Google 之间传送了4年，终于在今年8月定调 Google 是违反垄断法的，所以 Google 现在必须要提出解决方案。其他的搜寻器几乎就没有竞争力呢，几乎就会让人不想要再去开发新的搜寻器，因为开发了之后也没有人要用，这样就抹杀了别人的创意的发挥。再来的话，就是 Google 因为呢，它不断的付费去让更多的人使用它，所以呢，它现在本身的市占率越来越大之后呢，我们在下广告的朋友也会发现说 Google 的广告费越来越贵，而且呢，你下了非常高的费用，你还是很难够在这个版面的这个前几名，因为 Google 呢，它就收集到了很多这些使用者的资料，它就不断的去优化它自己的一个搜寻功能，优化了之后呢，然后呢，它又不断的提高它的广告费，所以它赚了更多的钱之后呢，它又可以再去跟更多的厂商合作，让它自己成为预设好的搜寻器。因此这个是美国司法部为什么要介入的原因，除了要被严重罚款之外，它还要提解决方案，就是它现在要把它的广告部门跟它的搜寻器把它分开，这样才不会就是广告那边赚到了钱，然后 Google 又可以再去拿这些钱再去做更大的发展这个是他目前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其实这些大公司它的法务部门都非常的强所以其实司法部也是不会随便动手。比如说当时就是跟 IBM 也是这样子过招了很多年，整整就是耗了20年之后呢，还是庭外和解因为也打不倒 IBM 的意思。那当年微软就提出一个说法，说我把 Microsoft 跟 Office 系统把它绑在一起，其实我是为了客户的最大利益、最佳利益我不是为了要去打压别人的存在那这个就是他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大的企业都是难逃反垄断法在过去还有标准石油在早年还有 AT&T 这个电话公司贝尔公司。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在历史上你真的反托拉斯法，你这个官司打输了之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1911年的标准石油公司，它就被迫拆解成7家小公司。那像1984年的 AT&T 贝尔公司，后来也是被迫分家，所以后来就没有 AT&T 贝尔，现在就只有贝尔公司这样那再来的话呢，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台湾的友达，在2010年的时候被美国的司法部盯上。那当时呢，三星就立马的转成污点证人，所以他既没有被罚钱，他也没有被关。那可是除他之外这些面板厂奇美LG 彩晶这些全部都一挂，全部都被判刑。那大部分他们都是认罪协商了啦，当然还是一样要关。可是友达他从头到尾都觉得我们没有那个意图要去压制别人的发展从头都没有，我们根本就没有要去垄断，完全连一点念头都没有，所以他们就不认罪。结果后来就是被判的比较重，然后也罚的比较重。可是呢，因为他们有坚持不认罪的关系，所以当时呢，被告的6位当中只有3位在最后关头的时候被关，另外有3位就无罪，就脱罪脱掉了。所以呢，这个前副董事长陈炫彬先生，他是说他也不后悔，其实他被关了3年也很委屈，但他说我不后悔，因为我们避免了冤狱的发生那他个人就是那个承担了那个罪责的那个3个人的其中一个就是由3个人去承担。
可以放掉另外3个人这样，那另外3个人就没有冤狱嘛，冤狱缩小化，但是其实刑责是有加重化，你不认罪，他就惩罚你。就今年8月呢 ，Google 的裁定才刚刚下来哦，确定违反垄断法，美国司法部马上就把矛头转到了辉达的身上哦。因为辉达现在的市占率也是90%，跟 Google 在搜寻器里面的市占率是一样高，所以呢，辉达现在也面临到反垄断的一个调查。台湾人很喜欢辉达，也很喜欢黄仁勋先生啊，因为在台湾呢，他就是他的人脉还有他的人缘就是非常好。台湾的这个整个半导体啊，然后AI 科技啊相关啊，水冷啊、风冷啊这些所有的厂商都会愿意很挺他，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就很容易被盯上，因为你是不是试图在壮大你自己，然后让其他人无法与你竞争。然后他刚好他今年4月的时候又并购了一个以色列的公司 Run AI， 这个也是一个 AI 公司，这个并购马上就被盯上了，因为你开始一个企业够大的时候，如果你又并购，那就变成到后来就是你独一家独角兽嘛。这件事情呢，是目前为止来讲很危险，因为欧盟在下个礼拜5的时候即将要宣判，他们对于辉达并购 Run AI 是否违反反垄断法这件事情做出最后的裁定。那不但是美国的司法部在调查辉达，英国、法国整个都在调查。如果欧盟这一次定验确实是有罪的话，那么美国、英国、法国恐怕都会跟进哦，就是同声一气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对辉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黄仁勋先生是讲说，我从来没有要打压别人，我的客户随时都可以转去找别人买，我会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的产品的优良度，所以呢，别人也很难追得上我。但是反垄断法并不阻止你去扩大你的市场规模，可是如果你的市场规模已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其他人的创意还有其他人的生存的权利没有办法存在的时候，你就会被盯上。这个是美国司法部的一个精神。我们也跟各位介绍过，在这一集里面哦，美国对于创意非常的保护，所以他们的著作权啊，就是版权呢，可以保护作者生前哦，就是从他著作出来、创作出来那一天开始保护，保护到他去世。他去世之后还再往后推70年。这个就是保护一个人他的创意呢，可以被很好的金钱的回馈哦。这鼓励大家更多的发挥创意。美国也给予新开发出来的药物呢20年的专利，所以我们知道呢，在原厂药20年专利期期间，它的药就非常贵。但是一旦它20年到了之后，后面就会变成所谓的学名药，就是其他的药厂也都可以做，也都可以开始去制造这一款药，那它就没有专利之后就会变得非常便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人对于创意是非常保护的，因此它也就抑制呢一枝独秀，或者是呢一家独大。因为呢，一家独大的结果就是这个世界就是由你操纵了，其他的小散户、小民就没有机会。有玩美国股票的朋友们可能也会发现，如果他一个 share 金额太高，比如说像 Tesla， 如果是一个 share 就是要1000多块美元的话，那很多人就买不起嘛，所以他就必须要 split 拆分成1000个 share。本来是一个 share， 后来拆分成1000个 share， 那每一个 share 就会变便宜，这样大家就可以买得起。这个就是跟各位讲一下，是美国司法部他们的一个想法，跟美国人的一种精神啊。资本主义的国家嘛，鼓励你经济自由，发展你自己的经济体的规模，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去影响到别人。那友达的事情就是呢，友达他们心里面觉得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要打压别人，我们只是壮大自己。可是呢，踩到一个红线，就是呢，业者跟业者之间呢，私底下会有通讯来往。那美国的司法部就觉得你们这个就是大家一起在瞧价格啊，就是大家把价格稳住哦，没有让任何人有降价的空间这样。那但是呢，在台湾业界这是一个常见的事情嘛，美国的公司就不敢。美国的产业他们都很小心，不敢跟相关产业呢互通讯息或者是有联络。一旦被抓到的话，就都有很有可能是说你们想要垄断，然后把价格维持在一个水平上面，让大家都没有机会呢把价格降下来，因为这样就不利消费者嘛。如果在被反垄断法追杀的时候呢，你要想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说，我是为了客户最大利益哦，这样子才有可能帮助你呢免于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谢谢各位。